知道你是故意的。我告诉你，照老规矩，你究竟报不报？我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做事儿，不报。你想怎么样？故意搞我是吧？是不是我拿出会议的记录给你？你还有下一招等着我呀？搞你啊！我当然是搞你了，我早就搞过你了。经理，我要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打击报复，还有材料不给我报销，还追求我不成，这是人害手段！把公司这台电脑亲自砸了，他还说是我朋友打的，诬陷我朋友，他还报警，结果闹到了派出所。没事，您坐。他被公道人审判出来，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闭嘴！血口喷人啊你！我没有血口喷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随便调查。我还知道，他串通底下的工厂，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加在工厂账单费里一起报销。我知道就有10月13日明香饭店的一张，还有10月17日必胜客的一张，这都是前天他自己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说是少额面额，可以随便混随便发，没关系。我告诉你了，我还抽你呢！别拉我！小白，你干什么？经理，他疯了，他跟这儿胡说八道，血口喷人。经理，没有血口喷人，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绝对没有骗大家。经理，我跟您说实话啊，他为了报假发票，他跟我睡觉，让我在公司庇护他。这种女人说话不能信啊！你放屁！我才没有呢！查电脑、查账，现在肯定都能查得出来。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我也绝对不会保护一个蛀虫。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才不是好人！你要不要脸？你才不是好人！你才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好了，小贝，别哭了，发泄出来就好了啊！别哭了，白部已经去查账了，消息一会儿就到。别哭了。真是没想到，这个白主管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内里竟是这样的货色。不过说真的呀，女孩子呀，还是别跟这种人闹。你看，给泼一身脏水，惹得一身流言蜚语，以后啊，一辈子都洗不清。对呀，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你还是忍忍吧。像那种臭男人，早晚会有人对付他。我自己就能对付他，他觉得我搞欺负是不是？我才不觉得呢。不过就是经理出差的那个备用机还在报销单上呢，让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帮我去催那个报销单。行，如果经理今天下班，那个报销单你可就完蛋了。我好了，知道了，别哭了，别哭了，你们不用管我，我想自己静一静。你们先走吧。那你一个人在这静着，我们先去弄报销单。别哭了，你这个男人。走啦。该调整的部分我都标注完了，你按照我的标注帮我再修改一下，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我。好的。资料复印好放我桌子上。嗯，好。拜拜，拜拜。喂，安迪姐。小关，我这边准备下班了，要我去接你吗？不用了，安迪姐，我今天可能加班。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莹莹，我有点担心她。邱莹莹。OK， 我知道了。拜拜。我这边准备下班了，小关说他还需要加班，你需要我顺路去接你吗？我工作已经都做完了，我准时下班。你怎么了？那个姓白的对不起你了。不过我也闹回去了。好吧，我15分钟到，你等我。好，你不用担心，我自己能解决。拜拜。
喂，你好，邱莹莹吗？这里是人事部。人事部。关于白主管的事情，我有话要问你。我真是看走眼了，邱莹莹，你给我等着。等着就等着，不怕你。小邱啊，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同时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调查此事，并且调查在此次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我们先会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卡。可是我是举报者呀，我没有贪污啊，为什么要停我工作呀？停几天呢？这停工作的期间还照常发我工资吗？这个你放心，公司啊能赞赏你的检举。等调查工作结束之后，一切水落石出，公司会酌情补偿。行，反正我问心无愧，我相信公司。安迪姐，哎，所以在那之后，你的人事经理把你叫过去，暂停了你的工作，还没收了你的门卡。安迪姐，你说这什么意思呀？我举报了白主管，公司要停也得停他的职，为什么连我的也一起停呢？我也刚回国内，国内这些人事我不是很清楚，要不你问问樊小妹吧，她是资深的 HR， 她应该懂里面的门道。南临大望街，北临桥北路，地理位置方便，面积又宽敞，最合适做办公室。可是你这什么都没有啊，我还得自己打隔断，哦，这些东西还得拆，这1个月10万也太贵了吧？那您觉得？不好意思啊。喂，樊姐，我莹莹，那个，我有点事儿，现在想问你。我现在在外面看房子呢，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好吗？行，好，那行，先这样，拜拜。那行吧，樊小姐，您要是不满意，我再带您看下一套。好。安迪，我这心里特别不踏实，你要不跟我再说点吧？你说什么都行，我现在老胡思乱想。可是我不太熟悉人事的那一套，我能给你的也只是一些不专业的意见。不过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那个人事经理，应该在平时就不怎么善待你。你怎么知道的？安迪姐，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公司文员关系可好了，但是我们经理眼睛都是向上的，我们都是他奴役的对象。你们公司的助理不也被你们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不一样，如果是我的手下接二连三的被退票，我会怀疑其中有猫腻，肯定自己出面。肯定你平时做事丢三落四的，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故意给你设的局，让你被你上司骂。我一想还真是的，我之前跟他抱怨过，没想到他拿这个设计我。可是我们公司同事跟我可好了，我哭的时候他们还安慰我呢。关关，哎呀，关关，累死我了！快，借个肩膀靠一靠。你怎么也这么晚啊？又加班啊？你呢？我帮老同学看房子。哎呀，你是不知道，现在房价高得离谱，别说去买房子了，就连租房子都贵得要死。上海居大不易啊！哎，莹莹她今天联系你了吗？也不知道她跟那白渣男怎么样了。他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但是听情况好像不怎么样。人事部的经理说先暂停我工作，等公司
他们商量好以后，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这个白渣男还有些道行，我真是小瞧他了。这事儿啊，比想象中的大。哎，把你人事部经理跟你说的话详细告诉我。哦，他就说什么赞赏我举报白酒馆这种行为，但是呢，先停止我的工作，让我回家待命。然后说等他们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再酌情给予我补偿吧，大概就是这些。哦，安迪还问我说，是不是平时我的主管经理对我不好？他让我特意告诉你他问的这句话，让你作为参考。樊姐，安迪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因为我是人事部的呀。一般情况，如果有上司关照的话，我们人事处置员工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会跟他们的上司商量之后才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不利啊。瑶瑶，你不是跟你们单位同事关系挺好的吗？那你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帮你求求情呀。跟普通员工关系再好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平时办事的时候方便一些，真要到紧要关头，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安迪他让我参考什么呢？参考什么？我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了，因为他知道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一般，对不对啊？他正好借你经理的力量来打压你，打压到你急躁为止。这样你会怎么办呀？你会把他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当面谈判，只要你去了，你就占了下风。你为了完成上司的工作，你必然会答应他些什么？他正好拿这个来要挟你，笨蛋！这猥琐男他真不要脸。莹莹，你千万不能理他。我理他了，但是我没办法呀，那我得去找他报销啊。他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前，他说了好多下流话。我当时我一气之下我就冲出去了，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我把他一锅端了。什么他砸电脑，还有他自己吃饭报销单跟工厂的报销单混在一起报，我全给他说出去了。当时那个财务部的那些人全都乱了，我估计现在他们还……邱莹莹，你是不是笨呢？啊！哎呦，这个砸电脑的事就算了，贪污这么好的一个把柄，你怎么就抓不住呢？他第一次把你扔回来的时候，你就告他拿贪污这事儿来威胁他，你信不信？他立马投降。哎，你这是干什么使的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呀？你怎么就不用计策呢？我现在回味出来了，可是我现在回味出来，我也没办法了呀。我当时我问我们那个人事部经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他似乎给了我答案，但是似乎又没给我答案，我怎么办呀，樊姐？我帮不了你。小秋的事情都搞定了，正在解决呢，超乎想象。其实我想到了一些办法，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哎，你让他找我跟我说那些话，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致吗？叫上他们到我这儿来吧。好啊。一般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是2个人一起处理，但是你们公司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要看你的上司。可俨然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并不好，所以我想你的公司应该是会放弃你。可是我没做错什么呀。安迪，你这个背带真好看。你心真是够大的。唉，你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你窝赃包庇啊！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也许你跟这个白渣男如果不是闹翻的话，你会一直包庇下去。所以即使你有理由能够说服公司你并没有窝赃包庇，可是没有人会喜欢惹麻烦的人。你只要惹麻烦了，一定会放弃你。换作是我也是一样的考虑。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小秋上司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把柄，没人纯洁。所以江湖人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规矩的人。小秋，你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人。我怀疑这个白渣男啊，最初只是想把你约出去，让你私下跟他保证你可以守口如瓶，顺便是不是可以占点小便宜什么的。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也是你经理最不乐意看到的。江湖规矩第2条，屁股不干净的人呢，最讨厌身边的人嘴巴把不住门。你当着你经理的面揭白渣男的短，你经理还敢用你吗？啊，他只要不想用你，那么你的暂停就会变成被辞退。理由很简单，就是安迪所说的窝藏包庇，到时候你连说理的地都找不到，说不定啊，他们还会起诉你。什么起诉我？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可是莹莹也是被白主管害的呀，你要不要去跟人事说清楚？可是小秋并不是骨干啊，可有可无啊。可是莹莹跟他们公司同事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如果他们集体挽留，也没用，都是一些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太悲哀了。没关系。安迪和樊胜美两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场新人邱莹莹所犯的忌讳。职场如同江湖，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懂规矩的人已无法在江湖立足。邱莹莹初涉江湖，不懂游戏规则，横冲直撞，当众揭短，人人自危，只能被 out 出局。有的时候，年轻并不是一种优势。早，还没睡醒啊？我都没睡几个小时。今天就要见客户了，英文单词背熟了没有？没，不过我有背英文的利器。哎，如果你需要人手，202的小秋刚失业，小关失业我还可以考虑，小秋真心不敢用。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是坏了我事儿怎么办呀？你公司家大业大，留个职位总是有的吧？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只需要2种女人，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那我呢？花瓶怎么能跟狐狸精比啊？当然可以。你是花瓶加铁娘。我失恋，又失去工作，我失恋了，我工作也没了。樊姐，我同情你啊！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睡不着，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前辈的血泪教训，你是应该听一听。你今天干什么呀？去不去找工作呀？我也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了。樊姐，我怎么办呀？我昨天不是跟你分析得很透彻了吗？啊，我说的句句实话，你得为今后在公司的处境考虑。你说你昨天那么大闹一场啊，这底子都被人给扒出来了，以后万一有什么意见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得拿这事儿出来呲儿，你知道吗，孩子？我当初为了找这份工作，我撞了好多墙才找到的。如果这份工作我没有了，那我得重新去找工作，那实在太难了。有什么难的呀？啊，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想想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放心，姐在呢啊，姐回来跟你一块儿参谋参谋。乖。吴秘书，哎，你快去把那礼物准备好。好。曲总，爸，你怎么来了呀？这是我的公司，怎么连会议室也不让来了？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好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的啊，我都拼死拼活好几个星期了。你要是这时候插手的话，我真不理你哦。好，爸爸不插嘴。你们开会的时候啊，我坐在旁边看着，以示重视，这总可以了吧？啊，好。爸爸保证不说话，一切全靠自己反应。真的？爸爸向你保证。那也差不。樊姐，樊姐，樊姐，快烦死你姐了。不是樊姐，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乖。
我失恋，我又失去了工作。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了，宝贝。然后就开始漫长的找工作，我没有钱，就得向爸妈伸手，他们又得埋怨我。我这季度的物业费都没交呢，我怎么办呀？我干脆跳楼算了。秋莹，你可千万不能跳楼啊！我跟你说，你能找到工作的。你现在跟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有工作经验了。对啊对啊，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刚来几个大学生来面试，穿得跟 cosplay 似的。我们同事偷偷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围观，我总比他们强是吧？是呀，这说不定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因祸得福呢。可是我眼前怎么办呀？我现在没有钱交物业费，也没有钱吃饭。小关，哎，来了来了，莹莹，我这先走了，你也别多想，这你吃饭的钱呢，就包在我身上。你想吃什么告诉我，到时候我给你带。关关，关关，关关也不理我了。我失恋，我又失业。今天你怎么没下来跑步啊？我昨天看莹莹不太高兴，我就没敢说。我们高中这周5要组织一个同学聚会，说只要是在上海工作的毕业生都会参加。然后他们就把我拉到了一个同学会的群里面，里面有特别多的人。然后我就想看看大家都聊什么呢，聊得那么高兴。然后我就翻那个聊天记录，我翻着翻着我就睡吧。哎，樊小妹之前教过我一个俚语，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是这样吗？那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没有啊。我妈说了，这大学毕业之前都不让我谈恋爱。安迪姐，你参加过同学会吗？没有啊，因为我读书的时候跳了几级，所有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年纪大，他们不爱跟我玩。跳级？安妮姐，你跳过级啊？我们高中有一个林师兄，他小学的时候也跳过一级，我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安妮姐，你都跳过几级啊？我 Year 3, Year 5，还有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都有跳过。不行，安妮姐，我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真的，什么林师兄跟你一比都不算什么，你才是超级无敌学霸。徐总，嘿，这怎么好意思？还亲自来？哎呦，我今天可是来当人员啊，有什么事儿你该找小徐。这是你女儿啊！哇，让服务圈里。她刚刚回国也是第一次上任，希望你多多照应啊。好的，没问题。Although we lack experience, but the company's existing sales channels have quite a reputation in major cities. This year, the company is undertaking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rojects, which show our diversity and the complex nature in this market. This group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GI brand. Okay, Chu Zong. Actually, we know all that and I've seen it in the plan you gave us before. But before introducing your Yao Hong company, I would love to ask you one question. Is that okay? Of course. Okay. We would love to know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our brand, GI brand. Before we had the brand representative who's called Chu Lianjie, Mr. Chu Lianjie. Yeah. And he's a very experienced guy. But now we want you to take care of the business. So except being Mr. Chu Zong's daughter, then is there any other reason? GI is a Germany's leading air conditioner brand with a low repair rate and energy efficient features. Currently, the Chinese public
is not familiar with the GI brand. 关大宇负责的家电业务，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但是问题是，市场估计太乐观，产品策略太保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阶段，甚至不同地区的地方经济政策进行细化？现在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刘思明负责的这个 PC 端，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了，缺乏创新意识，而且好几个关键数据都不坚挺，这在市场上是毫无竞争力的。我们之前也说过。Sorry。Hello，Andy， 你跟我说，我为什么要代理 GI 品牌？你为什么要做 GI 品牌？这我怎么知道？哎呀，不是，是外方代表问我的这个问题。他问我，你们先讨论一下。他问我是我爸的女儿以外，我有什么资格来代理这个品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好接着上厕所的理由出来向你求救了。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代理 GI 品牌？为了跟我哥变苗头呀，让他心里不好受呀。他们这么问你呢，是在质疑你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没有经验不代表个人能力弱，你不是很会忽悠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着手，跟他们好好说明一下，为什么你是代理 GI 品牌的最佳人选。我现在在开会，一会儿我戴上蓝牙耳机，我们保持电话畅通，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问我。那你这样不是随时能听到我说话了吗？不影响你工作啊？大小姐，你不是生死攸关、万分紧急吗？那我只能一只耳朵开会，一只耳朵听你说话了。一心两用总比你的追魂夺命扣要强。哇塞，你还有这本事呢？我咋说 Please allow me to continue. Mr. Smith, I know you are worried of my lack of experience. We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problem. If we are given the chance to prove ourselves, we can use our company's advantage. Because of the high demand in real estate, I won't force other companies to sign a contract with us. 喂，李子。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啊，除了白主管今天没来上班，其他跟平常一样。哦，那个经理有没有提到我呀？没有啊。哎，不是，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没什么，公司说，要调查白主管，所以就先让我回来休息几天了。没事，你就好好玩吧。我估计着啊，是公司看你检举有功，特意让你休息2天。再说了，贪污的是白主管，跟你又没有关系，是吧？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吧？那可不，要不然还能怎么样？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李子啊。这样，等我回公司，我请你吃好吃的。好嘞，行，我先忙了啊。行，挂了啊。Welcome to Shanghai. Thank you. And I hope you having a good time her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Let's cheers. Yeah, cheers. Cheers. Thank you. But this food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But I just want to ask you, what's this one? 三黄鸡。三黄鸡。怎么说呢 ？Soy sauce chicken。继续说，没事。从取缔智能手机。Soy sauce chicken. Ah, okay,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how about this one? 醉虾。醉虾。Drunken shake。这点主要在于 Drunken shake。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Very special. Very special. PC 的产品状态
模式规模。我先挂了，我这边正在开会呢。别过来！我正在跟他们介绍上海菜，生死攸关10万火急，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手机 PC 已是互联网。I love you. Really wonderful. But what's this one? 红烧肉，上海 food. 红烧肉 Braised pork.，breasted pork. Ah, wow, that's really. 随着 Okay, let's eat. Okay, yeah, let's eat. Yeah, looks really nice. 没完没了的咨询电话，没完没了的奇怪单词，安迪被曲筱绡弄得哭笑不得。可想起他在曲家的艰难处境，偏又不忍心丢下他不管。手机 PC 是互联网的未来，但是 OK， 午饭时间到了，大家休息一下吧，我们下午再继续。 We talked about it and we understand it. But I think isn't it the main company? And does the main company know jus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be worried about. The only thing that the company lacks is a suitable air conditioner, which is a perfect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GI. We will be able to fill in the gap in our product catalog. 您说什么？没事，你继续。 Improve industrial chain as we fill the gap is a positive part of this whole industrial chain because we do not have a similar product. Okay, but how about the scale? Large public air conditioning. We will need 2 years of technical support from your headquarters and experts from your side to fly over. We have a sufficient talent pool.了，累死我了。筱绡啊，你可真行啊！啊，爸爸担心你会怯场，现在看来，了不起，真了不起。好了，GI的项目就彻底交给你了，爸爸看你的表现啊。什么时候吃饭？饿了。我正好给你妈打过电话，饭已经准备好了，回家。这2天就在家住啊，养精蓄锐，才有精神与对方周旋。啊，走啊！哎，林师兄，我好像到这边了，这边有个什么居酒屋。哦，我知道那儿，你等我一下，我过来接你啊。啊，好的。小关，小关，怎么了？不认识了？当年在文学社我还做过你们社长呢。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林师兄啊？我还怕师兄忘了我呢。怎么会呢？那你看，就在前面呢，走吧。你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要不是听你们班的人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也在上海。听说你进华信证券了。厉害呀！我有个朋友考了好多证，最后都没能进得去呢。我这也是靠父母托关系才进去的，现在还没过实习期。那怎么了？父母有关系那也是优势啊。要知道，进了华信证券，以后跳槽出来资历都不一样了呢。
今天有好多同学都在这儿，有你们班的，还有师哥师姐，一会儿我给你介绍。来。喂，你好，我是邱莹莹。我是人事部，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经过调查核实，我们认为白主管和你都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所以从今天起啊，你不再是公司的员工了。可是我举报了白主管呀。考虑到你检举揭发白主管的行为，公司会支付你这个月的工资。至于你留在公司的物品，我们会帮你清理好，你可以随时过来取。好了，谢谢师傅。修好了啊，谢谢师傅。来，老邱，电话。哎。嘿嘿，宝贝儿，怎么了？啊？爸，我被解雇了。怎么了？你做错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别哭，宝贝儿，你慢慢说，别着急啊。我女儿啊，确实辛苦了。这短短的1个月的时间，又是注册公司，又是跑工商税务，还能把 GI 项目弄懂吃透，哎呦，真不容易啊！你是没看到咱们女儿啊，大小姐，庆功宴的角儿都约好了，什么时候来？那口才，那手段，一看就是我曲艺大同的女儿。你女儿要是没我的基因，能有这么聪明吗？行的不说，在我爸妈家，一会儿就来，等着。你说他接管这公司有多长时间？我看连咱们潇潇一半都不如。哎呀，这不能这么比，是吧？那个莲姐这边不一样，这不是？怎么就不能比？啊，就你儿子宝贝，别人还说不得。哎呀，不是老兄弟，你怎么老是针对他呀？莲姐是莲姐，潇潇是潇潇。爸，都在这儿呢。又喝酒了？哎呀，你这也是当老总的人了，你就不能跟你妹妹好好学一学啊？把自己捯饬是稍微好样来点儿。我这不晚上出去应酬嘛，都是公司的事儿，忙前忙后，忙死忙活的。再说了，这些人际关系人脉，不都得这么维持着吗？爸，那个还有个事儿，哎呀，孟大姐别款给我。又要借什么款？啊？你天天的喝，那公司怎么办啊？公司有王副总，能出什么乱子？这不是出不出乱子的事儿。莲姐啊，不是爸爸说的，你好好的跟你妹妹学，把心思都用在公司上，别老和几个酒肉朋友混在一起。行，不借就不借呗，我自己想办法。爸妈，我也吃饱了，还有工作没做完，先走了啊。不是你，哎呦，你的粥还没喝完呢，不喝了。你看你那宝贝儿子，
是不是看潇潇干得好，故意来找茬的？我们大家都去。你少说两句吧。哟，挺厉害嘛！你一回来，爸爸连饭都吃不下。许潇潇，你别太嚣张，这些项目你还没拿到手呢，到时候万一鸡飞蛋打了，那可就不好看了。曲兰姐，你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听说你又亏了几十万啊！雨欣每次回家管爸爸要钱，不如想想办法，别让两个公司都败在你手里。许潇潇，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个黄毛丫头有多大的能耐，到时候我看项目你要是拿不到，你找谁哭去？喂，莹莹啊。啊，我刚才没听到。我这边同学聚会呢，还得等一会儿才回去。那行吧，那你跟你们同学玩吧，别管我了，让我自己难过吧。那我尽快啊。拜拜。守关在这里。张姐，我刚才打了个电话。来，喝酒，来。师妹，来陪师兄喝一个。我不太能喝酒。现在工作哪不喝酒啊？来，再说不会喝可以学嘛。来，师兄先干为敬啊。少喝一点。我真不太会喝酒。哎，师哥，你少喝点啊。哎，别好好喝着啊。师兄，我真是不是特别能喝。不是，小关他酒精过敏，他不能喝酒，我替他喝了。好。哟，小林，你这是英雄救美啊！你来哥几个，拉到后面去。他确实是不能喝酒。来。小秋野，班姐，你在哪儿啊？我被公司开除了，早点回来吧。那怎么办呢？关关呢？我给小关打电话了，他说还有同学聚会。你要早点回来的话，咱俩一块出去吃饭去。你就别等我了啊！我刚从公司出来，还要去看房子呢。你自己一个人乖乖的吃饭好吗？我会尽快回去的啊，拜拜。你现在又失业，又失业，没钱，没男朋友。连个吃饭陪你的人都没有，你活得也太失败了，太失败了。说好陪你一辈子，说好陪我一辈子呢，骗人，大骗子，大骗子！爸，你怎么来了？接到你的电话不放心，赶最快的一班车过来了。怎么开
开灯啊！啊！我把工作弄丢了，我没钱交房子，我也没钱交物业了，我也没钱出去吃饭了，你带我回家吧。不哭了，不哭了啊！爷呀，爸爸也没吃饭呢啊！家里有面粉吗？爸爸给你做烙饼。啊，有那儿呢。好，不哭了啊！不哭了。喝太多了。林师兄啊，刚才谢谢你为我挡酒。这有什么的？小姑娘不会喝酒很正常。他们说等会儿想去唱歌，你去吗？我就不去了吧，这么晚了，我就回家了。这么早就回去？果然是个好姑娘。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呀？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我怎么会损你呢？你看现在的女孩子个性都太强了，要么就是女汉子，要么就是公主病的，还是你这样的好，乖乖巧巧的，一点也不麻烦。我刚买了车，就在前面，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打个车就行了。你跟他们去唱歌吧。那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你到家了告诉我一声。好，那你也别开车了，喝酒就别开车，找个代驾。谢谢师妹。拜拜，师兄。拜拜。哎，小林啊，咱们赶紧赶下一场唱歌去啊！我知道了，知道了，走了。怎么样？好吃吗？好吃。爸爸把所有的面都给你发了，吃多少都管够啊！可是吃一顿有什么用啊？等你等了以后，我又要挨饿。我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了，租房要钱，物业也要钱。我不想在上海待了。爷呀，爸爸是咱们家第一个从农村进城的人，你又是咱们家第一个进大城市的，一定不能退步啊！你一定要在上海坚持住。我不想在上海待了嘛。我们同学都回老家了，他们回去以后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还有家里人照顾。我一个人在上海，我多可怜呀！而且他们都欺负我。你呀，你不能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那留在家里的都是没出息。难道你想和爸爸妈妈一样啊？就在那么一个小县城里，一辈子没出过国，没见过大世面，就这么过一辈子？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往高处走，那就得进城去大地方。关关，回来了，我爸来了。哎，叔叔好。啊，你好，你好。没吃东西吧？来来来，吃点饼，吃点饼。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吃过了。你们聊吧，我先回房间了。好好。你呀，记住，工作没了不要紧，啊，暂时没有工资也不要紧，但是一定不能回家。爸爸妈妈就是再穷再苦也要供着你，啊。爸，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买书啊。爸跟你说，人生总有遇见挫折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努力学习，好好提升自己，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抓得住。爸，你就真的不准我回家啊？傻孩子，怎么还惦记着回家呢？这儿有3000块钱，你先拿着。爸跟你说，不管怎么样，你必须留在上海。
一时找不到工作不要紧，啊，钱要是不够花，给。一定有方法，失败一定有原因。让我们一起对成功大声的喊出 yes yes。成功到底有没有方法？到底有没有秘诀？有。成功就像你们每一个人脚下的阶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踏着这个成功的阶梯，不断的向上攀升。我想请问，你们到底想不想获得成功 ？Yes, yes, yes. 成功到底有没有秘诀？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会导致世界成功。有方法。Yes. 一定有原因。对了，对了，大家举起你们的他懒导致失败，要有自己的梦想。一起。比尔盖茨就是个成功的。大声的喊出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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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安迪，你怎么进来的呀？啊，那个，我看门没有关。啊，你一个人啊？嗯，不是说你爸爸来了？我爸已经走了，回家了。哎，那什么，哎，这些书还有那个盘，全是我爸给我买的，都是我鼓励我学习上进的。哎，你看。这本书《做最好的自己》，我没看之前我真的什么都不懂，看完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干劲儿特别大。不是前段时间刚揭穿了一个假博士吗？这书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你像这个故事，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民，为了追债，跑遍了整个中国，然后债务人外逃，他跟了追到国外去，一次家都没有回。然后意外的在国外发现商机，转身一变成为一代侨领。首先啊，如果一个从未出过门的一个农民，他要是出国，他是不是应该回家办护照、办签证？其次，外国人也没那么傻，遍地是黄金的故事不要相信。你别不信，我上网查了，真的有这个人。不信我再查给你看。我知道会有这种人，但是这种故事3分真7分假，他才能够骗你这样的人。小秋，我倒觉得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人一定要有钱有地位才叫成功吗？非得要这样的成功，人生才够完美吗？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有房有车，功成名就，当然可以责问成功。但是我不行，我现在就需要成功。可是逻辑不通又煽动人心的书不是好书，你真的不应该看。人一定要有钱有地位才能成功的话，按照人类大范畴来说，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你只能靠这些书来自己欺骗自己，说我会成功吗？安迪，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呀？我知道你比我聪明，你留过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有分辨能力，我知道我自己能看什么书。我求你别管我，也别替我操心了，行吗？Sorry， 我看烧什么水？我没说完呢，安迪，你等会儿吧，你别跟我 sorry， 我还没说完呢，那是我爸给我买的书。安迪。
基，手机，我给你发短信了。安迪，我很不喜欢你盛气凌人的态度。为毛你一定让我接受你否定的东西？我并不认为你否定的对。这本书上面的故事激励了我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中，而你的态度却严重打击了我的积极性。凭什么认为你说的一定正确？人的情感需要外界刺激来调节，逻辑并不能而非外界所谓的逻辑、所谓的理智来调节。适合你假背平软我，理直皮双态度让我很。如果理智和逻辑就是你宁愿选择不理智、不逻辑，这并不影响我的态度。你的态度让我很反感。理智和逻辑，我宁愿选择不理智、不逻辑，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不与傻瓜论短长。不理我，行，你逼我的。就留个学嘛，就是海归嘛，什么了不起？那你也不能看不起人吧？反正我在门口坐着等你，我就不信你不出来。出来！反正我在这儿坐着，我不信你不出来。番茄，会倒。你怎么了？累。你买这么多大蒜干什么呀？晚上打算跟僵尸对攻啊？那僵尸表示压力很大呀。僵什么尸啊？人事部同事送的，说今年送礼就送算你狠。你坐外面干什么呀？你一说这个我就生气了。我爸不是来了吗？给我买了好多本书，讲的都是成功人士的经验，他让我好好学习，好在上海立足。我那正学着呢，我正有干劲的时候，安迪进来了。安迪进来以后就给他介绍这些书，我说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可是他说什么？他说这些都是坏书，都是没逻辑，把我讽刺一顿以后他就跑了。好了，我不追啊，结果他进屋了。安迪说的对，知道吗？你那些书可能真的是不符合逻辑，知道吗，宝贝儿？安迪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看好书，所以你别多想啊。我没多想啊，樊姐，我没多想啊。可是他一直说我那书没逻辑，他都不想想，那书是我爸给我买的，我爸当然知道现在我适合看什么书了，而且我现在属于低潮期，我就应该看这种书，我觉得就挺好的。他怎么能说没逻辑呢？我知道，他就是嫌我跟我爸没能力呗，让他直接说就行了。他为什么拐弯抹角的呀？直接说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失恋我又失业的，所以他看不起我？小蚯蚓，帮姐个忙吧。行，让姐睡半个小时。我帮你。反正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说。做个有出息的女孩，女孩应该懂得的道理。爱迪生说：“知识仅次于美德，它可以使人真正地、实实在在地胜过他人。”莹莹，就你一个人，叔叔呢？我爸回家了，樊姐刚回来，说特别困，衣服都没换就睡觉。樊姐，你卸妆了吗？你就睡觉。哎，我真没卸妆啊！哎呀，我没卸妆呢。啊，乖乖，谢谢你，你是我皮肤的救命恩人。小蚯蚓，你刚才跟我说什么呀？你说着我都快睡着了。没关系，就是安妮她看不起我，以后我离她远点就是。安妮她不是那样的人。他连我这样的职场菜鸟都没看不起呢。我爸说过，这人的秉性是一贯的，他不可能看不起你的。哎，莹莹，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要不我明天问问他，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关关，你不能每天搭安迪的顺风车，你就这样偏着他吧。莹莹，你最近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你也不能随便冤枉人吧？我怎么冤枉他了？你跟我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啊？刚才你都没看见，安迪冲我指手画脚的。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书，
他非说我爸爸给我买的书什么都是坏书、不好的书。关关，我知道我没安迪聪明，我也没有他有钱，所以你们都向着他是吗？莹莹，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不相信安迪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愿意你这么说我。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里，都是姐妹。小秋妍，姐姐喜欢你，但是我对安迪的人品也是很有信心的。咱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对不对？女孩子在一起发生口角是在所难免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不好？可是安迪他伤我自尊了。对，没错，说话要讲究方式方法，这是他的不对，我一定会批评他的，但不是现在，太晚了，明天好吗？樊姐，可是哎，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大蒜头什么僵尸是什么东西啊？植物大战僵尸都已经初2了，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好玩吗？好玩，都玩到第5关了啊！真的？那你愿意教我吗？我带你去看，你可以拿那个倭瓜做的那个僵尸。我玩到第5关了。第5关我过不去了。安迪姐，我起晚了，直接去车库等你。OK， 我知道了，一会儿我们车库见。安迪姐，起晚了。因为邱莹莹吧。昨天我看她在看成功学的书，说了这几句，她好像很不高兴。安迪姐，我知道你是为莹莹好，可莹莹她不是有意的。其实我说她也是希望能够帮她。对了，曲潇潇呢？我感觉好多天都没见到她。小曲忙着赚钱呢。你别看她平时吊儿郎当的，其实聪明得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心里清清楚楚的。是呀，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我感觉她什么都懂。上次樊姐被白渣男陷害，我和莹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她就能找到门路。安迪姐，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从小到大乖乖听话听错了？怎么，你也想变成小曲那样啊？我也不清楚，我就觉得在学校学的那么多东西，真出了社会遇到点事儿，还不如曲潇潇随便打个电话找个朋友有用呢。话不是这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小曲的歪点子多，那也只有他的这种性格才做得到。你只要踏踏实实做事，自然会有人欣赏你的。其实人生的路很长，未来你就知道了。不是走得快、懂得多就好，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Xiao Xiao, do you know why we choose you? No. Actually,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you have told us. And I personally believe in you. And I believe you will be successful. Thank you and good luck. Thank you. Just give me some time. I'm sure I will supply you in a good w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